我不知不觉会就是起来的时候会吸，如果它自然这个样子，但自然也可能也不是完全自然。你不要去刻意这个样子。它如果是自然这个样子，就可以。我不确定是不是自然还是不知不觉，应该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因为同一个动作在很多的时候它可以吸也可以呼。所以你不要把一个动作锁死在我一定打开是吸，回来是呼，这个是对的，这一般来讲是对的。对。可是你不能锁死在这个地方。我如果打开是发力呢？对。你不可能是吸嘛？对，不可能。对。是吧？所以不要把身体的任何的反应，把它固定化。好。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时候，让身体放松，让身体自然。你的身体因为当你拉起来的时候，你真的拉起来里面的，它自然是吸。对。可是你没有拉起来呢？你没有拉起来呢，你是松下去呢？但还是要呼吸。还是要呼吸，可是就不一定是吸了。对，不一定是吸。对。好。听不懂？先就方便就好了。对。练拳练身体不要把任何的身体反应把它固定化。往开一定是一吸，回来一定是呼，往上一定是吸，或者一定是呼，往哪边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所以我们是要求什么？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求什么？要求自然。因为我们在开始练或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动作没有影响到里面的空间变化的时候，你去刻意的做呼或者做吸都是错的。而呼跟吸是什么？呼跟吸是你在作用这个身体的时候，身体它自然产生出来的反应。我如果练八段锦，你说我上来是吸，肺开是吸，可以下来是呼，可以可是我可不可以上来是吸，到顶了我变成呼吸？到顶我是不是可以变呼？就是拔起来的，我让它收束起来，是不是变呼了？那你如果是扛一个东西呢？如果上面扛一个重东西呢？请问你是呼还是吸？当然是呼嘛，你不可能扛一个东西你用吸的是不是这样子？同样的，开是吸吗？不一定就是外面有压力的时候，当我打出去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吸嘛，听不懂所以这些东西这些里面的身体的反应我们练出自己的身体的习惯，我们的身体的运作对了的时候，身体会自然有它应该有的反应的。你说我推一个，你们现在没有推车的机会了，现在车子很难抛锚。以前有推车的机会或者你推个东西推很久，你说推东西是呼，是不是这样子？那请问你如果推一个上坡，你难道这一路你全都是呼吗？不会嘛，是吧？你是不是会有吸？会那是身体的自然反应，身体的自然需求我们在刻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用呼气来增加我这个力量，那一瞬间你这个需要是可以的。可是你能够一路走出去吗？是不是不行嘛？晓得吗？所以你明白这个，就是我说的，现在那些竞赛武术很多动作它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身体里面的反应。
它只注重在动作的高难度跟动作的漂亮。可是几个漂亮的动作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是不是自然反应？身体是不是能够反应的过来？你看人家跳芭蕾或者电上运动做体操的，你看跳芭蕾的好了吧？现代舞的比较少，因为现代舞有很多时候它的这种考虑也比较少。你们看跳芭蕾的，因为芭蕾舞的历史比较长，所以他们会有这方面的体会。他在做一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要跳起来的劈叉或者旋转什么，他起来跟落下，它一定有一个缓和呼吸的时间，而且会非常长。他都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动作那种电上运动的体操的，很明显嘛，他要做他为什么要拉那么长？预备好，然后跑，然后做，那空间那个时间非常短，下来以后，啪，这个时候，它就是你的呼吸稳不稳定？你不可能在空中做那些动作的时候，你还有呼吸啊，你不可能的，听不懂？你跳水，你在落下做那几个动作的时候，你能有呼吸吗？不可能的，你呼吸一做，你那个姿势就变了，晓得吗？所以那个瞬间都很短的，就好像中国武术里面有很多拳派，他在连续打击的时候，他什么？他身体里面他是没有呼吸的。他的气是憋住的，气是压住的，那是没有呼吸的，才可以连续那样做。因为你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呼吸，你的动作就断了，听不懂？力量就断了。所以不要去尝试。尤其在开始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到那么高深的时候，不要去尝试控制呼吸。现在教呼吸的有很多，呼吸法有很多，没有千也有百，去看各式各样的呼吸，那种的呼吸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控制，都是一种控制。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身体没有达到它能够跟那个呼吸配合的自然配合的程度的时候，你去控制呼吸，你就扰乱了身体的其他的运作。你只知道去控制呼吸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在控制呼吸的那个当中。因为呼吸变了，呼吸的速度变了，强度变了，深度变了。这个呼吸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一个人的呼吸，它牵涉到的全身的肌肉或神经是非常多的，它跟身体的其他的功能的运作的关系是很强的。所以你改变了这个，核心的。这个身体运作的条件，那它同时改变了什么？你不知道。运气好的就没事儿，运气不好的就有事儿。那有时候有事儿是几个月后，或者一两年后的事情。那当你出问题的时候，跟他没有关系。跟当初教你这个呼吸的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是一两年后、几个月后你才出问题嘛。你吃了我的药，当时没问题，
你离开了，1个礼拜没问题，2个礼拜没问题，你3个月以后出问题，难道你回来找我吗？你会吗？你会他也不认嘛，因为你离开那么久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认知到，身体是一个整体，身体是一个整体。我们练拳到后来，中国武术为什么走到所谓内家拳，它是减法呢？它不要你多做东西，不必要做的也不要做，因为它完全认识到了身体是一个自然相互配合的整体。你刻意的加强某一个部分，你就会同时弱化或者伤害另外的部分。可是你伤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身体太过精密了，晓得吗？我们做电子的，以前还是用焊的，我那个时候学还是用焊的，焊枪，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线路板上一个焊。修理的人，你敢任意改换一个电阻的那个数值吗？你说我这个号数的没有了，我换一个比它大一点点的，或者小一点点的。正规学习修护的，他不敢；野路子的，他敢。为什么？差一点点没关系啊，你拿回去还是用啊，用了3个月，啪，烧掉，你再回来修嘛。正规的不敢的，因为你改变了这一点点，就算是0.1啊，0.1安或者0.001安，你改变了这一点点，你不知道长期来的对其他的东西造成了他们什么样的负担。所以真正了解的人，他就算修机器也是这样子，他不敢的，他不敢任意做任何的小的改变的。德国的机器，我们修德国的收发报机，德国的收发报机那个线路啊排的啊都很规整的，沿着边走，信号是信号，电源线是电源线，它每一个都是分开的，分得清楚的。那拿到一些这个我们这个台湾人的师傅手里修，他把这条线路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他把它剪掉。哎呀，这里到那里拉，直接拉过去，不是很近吗？干嘛要绕一大圈呢？走这样子，然后他就从这边直接拉过去。修好了，你用奇怪，怎么都会有轰音啊？怎么都会有轰音？机器开就有一个底下就有就有一个这个声音啊，有很多小毛病出来啊，因为它相互干扰嘛。你就算一个电线从它上面过，一样是造成磁场的干扰嘛。讲不懂？所以连机器都是这个样子，人体更是如此了。所以到后来我们练拳的到先辈，才到后来是什么？不要多用，尽量少用，用自然的状态，用自然的状态来练拳，用自然的状态来使用身体。晓得吗？所以讲平衡嘛，不要讲强化。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不讲强化？强化某一个部分，强化手臂，强化腿的某个肌肉，强化身体某一个肌肉。
因为你强化了甲，就是弱化了乙嘛。听不懂？啊，所以讲顺通平衡嘛，流畅，以流畅为主。啊，所以这个是基本观念，基本观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练？人家说啊，这不能打，打斗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状态的行为嘛。打斗不是所有的生物是一个自然状态，面临到生存危机了，我才打斗。为什么？因为打斗对我也有伤害嘛。对我有伤害嘛？对我有消耗嘛？啊，所以现在练武的人都要你能不能打这个，行不行打？到把生命状态搞错了，知道吗？听不懂？就失去了中国传统的这种背景、这种文化的这种理念的这种认知，才会去问那样子的问题嘛。这样懂了哈，哎，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是要遵循这个，你不要求着去强化什么，你要求的是什么？你要求的是自然状态跟平衡，平衡是需要的啊。好，再练练看。